很容易得到钱的，但是你要去做一些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。我不一样，我是在他们里面，我说的是，50多年前，我每天只要有那个水兵船来，我每天我一个人，能赚300多块，你看我的本事，是300多块一天哦，所以基本上不需要任何人有，我是用几个小时，我就偷偷的去荡秋千啊，去买自己喜欢吃的。我妈每次都会满大街去找我，她以为你还没有干完活，没有，她知道我干完了，也赚到了，其他的还几十块，我是最勤快的，用最短的时间赚到我。应该觉得 OK 了，我就去。就是卖这些口香糖这些小东西，对吗？那个 chopstick， 还有 playground， 就是那个扑克牌。扑克牌，对，还有一些纪念品。对，我目标，因为我很清晰了嘛，我计算好了，所以我是他们里面是最快赚到的，我不需要像他们，我常常就说，哎，10个小时才摸叽的干嘛？然后我永远躲到远远的去荡我的秋千。我当时其实就想，小孩嘛，人家都可以，对，都可以去，都可以去有玩的时间。有玩的时间，或者是我会找一些我觉得他会很疼我的八哥，让他买薯条啊、汉堡啊这种，就偷偷的在旁边就。对，但是这个还是很辛苦的钱嘛。我就说那个时候有没有这种诱惑，说可以有一些捷径，可以让你挣到很多钱呐？什么？因为去引诱一个女孩子，不会的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的一个信息很明确的时候，在这个环境，我说的是在湾仔的环境，对，其他的我还没说。湾仔的环境里面，我的气场是告诉所有的人，我不需要，然后我真的能够让他们都喜欢我，也不会把我带坏。第二是我真的能赚到。对，所以其实，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我觉得不需要担忧我能不能生存，或者是我会不会给带坏。OK， 那我们刚才讲到所谓的标签，其实，在你进入电影这个圈子的时候，在头几年是有这个标签的，就是一个打女，对吧？当你要想突破这个标签的时候，你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麻烦？其实最困难的阶段就是你说的这个拍戏之后，头3、4年成功都不行，就是武打的，突然之间有一个武打的那么好，然后还算是美女可是当你长时间在打的时候，打到7、8年，你在比较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钟楚红啊、张曼玉啊，他们都往另外一个路走。其实我是想这个路，可是你没办法，就是更文艺一点的，没办法撕掉你的标签。我试过好几次，偷偷的去了自己去抓机会，去到另外一个导演，希望他开戏，我都收很多小风，知道哪个导演在开什么电影，我去找到了，拍了1天，我的老板亲自到现场把我抓回来。对，因为他不想，这个打女的招牌给砸了，可是我想去改路，我试了3次，第一次的机会就没了，就男与女。后来是给钟楚红拍了，那第2次还是我自己带着编剧，做小资料手指就是湾仔8女的一个故事，也是给导演老板给撤了下来，因为你知道吗？老板觉得作为打女这个形象是可以卖钱的，是的。但是你要拍一个文艺片，他不知道是否会卖钱。是的。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要撕掉这个标签，其实谈何容易啊！一个是你自己要有勇气去改变，还要去尝试，这个也不一定成功，对吧？另外一个方面就是，你已经是一个赚钱的机器了，对吧？就是因为有这个标签好卖钱，所以其实控制你的职业的人也不希望你去改变。是的，当时是我知道这个路不应该一直走下去，我太认识清楚，
因为我喜欢看很多书，我刚才第一时间我都告诉你，以前我是每天看一本书，有时候看2本书，我知道这个路不能长远去走，我是一个演员，当然是能够广泛的，能打能演，能笑能跳，都可以，对对，我一直在找机会，可是有时候时间不对就是不对，当时间对的时候，它自然会来。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后来给淘汰了，真的给淘汰了，因为时间突然一转的时候，我还没办法。突然之间不是适应，我还没抓到机会，我还没抓到机会，已经给淘汰了，当时那个反应就是我一向都那么强，在小时候要饭也好，跳舞也好，拍戏也好，都是那么沉重、那么突出的人，突然给说你 out，你 out，整个人是受不了。那时候就有了抑郁症，很严重的抑郁症，然后是闭门不出房门口，不是家门口，是房门口，房间的门口都出不了，每天都觉得自己垃圾。那个时候大家还对抑郁症这个医学的概念还不对，那你当时是怎么解释正在经历的一切呢？还不知道。那你觉得是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当时只知道自己很失败，你就觉得自己失败。以前那么成功，为什么那么失败？你那个突破口你突破不了。我觉得这也是垃圾，生存没价值。我一直这样耽误了好几年之后，我自杀了。对，在那一刻，幸亏我只跟我最好的朋友通了一通电话，就把电话拔掉。但他知道我家的电话，就找到我妹来救了我。我那时候就像开灯那种那个感觉。我惠英红不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当时也是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受了外伤，然后呢，他知道脑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什么，他就用了一个基金。就筹款的一个慈善非牟利的基金来帮助这批人。那我是首批是给帮助的我才知道我自己是有病，我多开心啊！我是病，我不是惠英红失败。对，我可以治病，治完病我还是惠英红。我当时那个，所以其实就是认识抑郁症。而且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个人的羞耻，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病去治疗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所以我看了9个月之后，医生觉得我是